当初怎么会来我们这边？哦，那个时候的话就因为有一个牙根断裂了那我到很多诊所去看。包含我平常在单区我习惯去的诊所，是每个医生都跟我讲说，这个牙齿不用看了，直接拔掉。好，洪先生，本身是住哪里？住台北市。台北市。当初怎么会来我们这边？那个时候的话就因为有一个牙根断裂了那我到很多诊所去看包含我平常在单区我习惯去的诊所。是。然后后来的话，每个医生都跟我讲说，这个牙齿不用看了，直接拔掉。我就再去台北荣总。台北荣总。是，然后这个牙齿一定要把它保留下来。那到台北荣总的话，到牙髓病科的话，也看了2位医师也咨询过2位医师。对，而且2位医师的话，尤其因为我这个案例比较特别他那个是后面的牙根。对。然后他又是这个整个已经断到都裂开了。对，我们看 X 光，整个都已经裂开了。那他们好像为了这个 case 还做了一个好像是像学术上的讨论好像晨会之类的。那最后的话，很多医生都讲说这真的卖老。对，就是我想说这个怎么样，还再拼一次。所以它因为下面的后牙通常会有2个大牙根来做支撑。对，洪先生是后面那个牙根比较特别，我们大部分临床上见到的都是前面那个牙根裂掉，因为洪先生比较特别，它是后面那个牙根整个裂掉，而且已经岔溃了。对对，洪先生自己看了 X 光，咨询过那么多，解释过那么多，事实上也都知道了所以你那时候真的走投无路了。对，然后怎么会看到来找我们？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三宝牙医，他说牙齿一定有得救，他说一定要拼，对，一定要拼。而且那个时候为什么我牙根会岔开讲一个小故事，因为我是去年2023年的8月来到这边做这个切根那其实我在2022年已经好多医生都跟我讲这颗牙齿一定要拔，我说平时要撑，已经撑了好几年了，撑到它完全裂开来，对，该弯了，对。然后想要处理的，对，要处理，可是还是想要保留，对，还是要保留最后终于到这个地方遇到救星了那时候一直反复长脓包，对，反复长脓包。其实他一开始还没有完全裂开的时候，我在我家那边的诊所的话，就一直跟我说你这个应该是裂开的，咬了还会咬痛，对，他说你这个就趁早就拔掉。对，他听了很多这个植牙的那个建议，还有什么那个牙即拔即中什么的。对，即拔即中，对，就是医生讲即拔即中。他说他还从从士林那边请来一个医师只有礼拜4下午才有办法帮你看诊，帮你安排好了即拔即中。对，只要植牙都可以马上帮你安排，可是就是找不到能够保留的方法。当然就是它2个牙根，事实上我们做牙根截断术就是让它只有一个牙根，就好像我们2只脚一样，我们少了1只脚，这个人就废了嘛。事实上他还是可以活，事实上他有身体，事实上他还是可以咀嚼，当然力量会比较差一点我们有跟洪先生讲，但力量会比较差一点。只要因为它后面它是第1大臼齿，后面还有第2大臼齿可以做什么支撑。我就觉得这个可以试看看，因为它往后咬的时候，后面有顶住好的牙齿顶住，我们就把发炎的那个牙根拿掉就好。那我们补个骨头，不要让那个感染，因为真的拖很久了，对，那感染骨头都破坏很多了，我们就稍微补个骨头，然后就不管它，他说这样过了半年。对，就没有再发炎过，也没有再肿了。我们就是把1个牙根拿掉而已。对，但感觉起来蛮好的，而且蛮好清洁。其实我本来一直以为说那个地方会很容易卡东西，就有时候因为我平常都会用牙线，对，还好，也还 OK 啦。所以当然要看条件如果它只是最后1颗后面没有再支撑，我们可能就不建议这样做了。如果它齿列都是正常的只有1个牙根裂掉，我们事实上
有这些文献呐，哈，事实上我们最常有些平均牙根阶段呐，哈，没有说一定可以用20-30年啊。那我们研究来说，平均是10年，就是平均。有些人用超过10年以上，而有些人用少于10年，那是平均值。我们研究一定是一个平均值啊，哈，有高有低，有高有低，我们取一个平均值。事实上还可以再用10年，当然小心使用，然后不要吃太硬，事实上有可能会用更久。哦，当然我们不能保证说这个一定可以再生牙齿啊，用的一定是没有问题。哦，当然你植牙，我们有看过很多10年就发炎了，植牙本身有植牙的问题，对不对？植牙问题，对，哎呀是哦，所以我们还是第一个优先还是先保留，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哦，当然我们不是乱做啦，哈，这些研究我们之后会在就大家公开，然后我们 YouTube 会再讲解，这不是我乱讲的，这个做法是很老的做法，可是现在医生都在植牙，求快求好，鸡巴鸡之后赶快收钱，没有错，对啊，所以大家都已经忘记这个古老的术式了，好。之后我们再把一些研究给大家分享。好，谢谢跟我们分享，谢谢，拜拜。